中国言论不够自由。我之前在微信群随口说中华民国的，不到1个星期就有警察到我家里来，当时我就很火大，我又没有说去危害国家的事情。我觉得刚刚端木子讲的那个只是特例，因为10个粉丝你在大陆实际上是有小区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。那我很想对你说，大陆的言论真的很自由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呢？我相信，如果你在大陆抖音平台上说了习近平3个字，不到几分钟就封了吧？不是不允许你说，是因为大陆对于敏感的事情，它会有一定的言论的管控，毕竟大多数人不是专业人士。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缺点？别人说几句批评你就马上去反驳别人，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如果说你用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大陆从来没有限韩令、限娱令，他只会告诉你我要审核，能不能过是他说了算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前面的那一位陈先生，他刚才说中国大陆言论不够自由，某些程度我是认同的。有些人在反驳我，那我很想对你说，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你干嘛翻墙来要听这个节目？当然，我觉得今天黑悟空这个事情出来了以后，我自己也很高兴，因为我是个中国人，我觉得这是一个能够宣扬我们传统文化的东西，我是很赞成的。而且这次政府也确实给了很大的一个尺度，包括他开场的那个，其实有一点反制度、追求自由的一种信念嘛，我觉得很好呀。但是当别人批评你的时候，你反问一下自己，如果你在大陆抖音平台上开一个像历史哥这样的一个节目，我相信不到几分钟就封了吧？这是事实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不承认自己的缺点，不承认自己不够好的地方？别人说几句批评你就马上去反驳别人，你们思考过这个问题？如果说你真的觉得大陆的言论真的很自由的话，那你为什么要翻墙呢？我问你，请问一下，大陆有哪个平台可以像现在这样子 call in 吗？我可以这样直接说吗？我肯定说了习近平3个字以后就直接就分掉了，好吗？其实有个事情我一直很想问，为什么 B 站很多 UP 政府一定要用 ZF， 不能写政府？这是规定吗？就是敏感词呀。现在说实话，就是我自己的感受，从2020年开始，言论管控比以前收紧很多，很多的词，包括我之前在微信群里面随口说了一句中华民国的事情，然后我到1个星期吧，就有警察到我家里来，他很温和，他说不好意思，我们有事情想请你协助调查一下。我当时以为是出了什么事儿，我去了以后，他才跟我说我在群里聊什么了，然后我当时我就很火大，我说我也没有说什么，我说这是我隐私，这本来就是侵犯我的人权，好吧？我又没有说去危害国家的事情，我只是说了个中华民国而已，对不对？你干嘛要这样子呢？但是也没有什么事情。然后他跟我说了几句，就是说你以后在群里不要乱聊，就让我回来了。我现在也可以翻墙。我就想说，有一些长期在海外生活的中国人，他可能不太清楚，就是中国这个言论管控很奇怪，它就是属于松紧之间，所以这个很麻烦。不过总体来讲，我是这么觉得啦。今天黑神话悟空的成功，我认为是中国大陆在面对00后的年轻人的娱乐需求上面，其实也不是只有00后在玩。我必须讲，事实上文化的最终呈现在现代社会里面就是娱乐，而娱乐里面最大一块就是游戏。你看游戏市场年年增长啊，而且游戏是未来人类必然会走上，而且是非常重要，因为随着生产量体不断的拉高，就是在娱乐上面会越来越多的琢磨嘛，这是必然的嘛。因为穷人是没有自由的，那游戏你一定有很多开放空间，它也会有很多挑战边界的一些事情。我觉得慢慢的会开放啊，但是它可能需要一些时间，然后它的标准会浮动嘛。那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，它也有一些震荡啊。我觉得刚刚端木子讲的那个只是特例，因为我跟龙哥还有其他的10个粉丝，我们自己在大陆实际上是有一些小群的，但是我们在上面讲话跟在台湾的社群媒体是一样的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出过任何问题。还有一点就是说，关于政府为什么要用 ZF， 刚才说的是没错的，因为大陆一直对于这种敏感词语就是非常的敏感嘛，所以说他会用一些简易的词语把它盖过，但听得懂的就听得懂。比如说像疫情期间，一般的直播主，因为你不是专业人士，所以说你不允许在公共频道去大肆的谈论所谓疫情的事情，然后他们就会把疫情事件变成口罩事件。不是不允许你说，是因为大陆对于敏感的事情，尤其是属于会引起不小轰动的事情，它会有一定的言论的管控，毕竟大多数人不是专业人士。还有一点就是关于那个限娱令的那个事情，我要回应一下。如果说你用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大陆从来没有限韩令、限娱令3个字，没有。他只会告诉你，你的节目要进来的时候，我要审核，
啊，基本上呢，你只要是听到这句话，基本上就审不过了。就是他不会把限制这2个字说得很死。大陆对于这种审查制度，不管是言论审查或者是文化审查，它的尺度永远都是掌握在自己手里面的。他不会跟你说这个东西能过，或者这个东西它不能过，没有，能不能过是他说了算，他不会定一个法规来说啊，这个东西你一定都能过。这就是为什么大陆对于审查制度来说，他到现在为止他都没有所谓的分级制度。我是做游戏的嘛，像端木他之前说的是国内他游戏开发的时候有一些问题，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有时候中共的开放程度可能比民众想象中的更高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20年那回是中共下台做了一下限游的问题，那会儿为什么会限游？是因为有家长去举报蛋仔派对充值问题。那次的限游令主要限制的是未成年消费的和未成年游戏时长的问题，然后当时是大量的游戏版号为了去骗这些未成年人充值消费的这个，对，所以后面很多版号被卡掉了。它跟文化文创这方面没有任何关系。中共它支持了很多产品和文创，包括动漫产业和游戏产业出来嘛。但是很多民众他是不接受的，所以反而限制我们的是民众他的接受程度，包括我们行内人对自己的一些道德要求。我就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比如说之前有一段时间，他游戏行业里面一些建模师他有自己的恶癖，他会在模型里面搞一些很擦边很恶心的一些东西，但这些游戏就是给小孩玩的，他穿模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不该看的东西，然后这些事儿发生了以后会被网民报。然后包括你国内的一些 APP 啊，就比如说历史歌曲的 B 站，它 B 站早期搞的是2次元的原创，2次元的聚集地，所以它不聊政治。只不过后来因为国际政治这些事儿比较火热嘛，所以在 B 站里面有很多 UP 主开始讲了，他又不希望你讲这些东西，所以我们会用一些隐晦的词去聊这个，没有必要给自己惹这些麻烦，是吧？因为他赚的不是你这方面钱嘛，所以审核的东西都是公司在搞。包括端木说的腾讯的这个问题，在微信上发东西被封啊什么的，是他腾讯去操作的，中共没有直接要求他，所以有时候对于我们的限制可能不是中共那边直接下达的。首先我们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中国很大，所以其实它不同地区的管控是不一样的，不同地区的敏感其实也不一样。开个玩笑啊，你比如说我现在在黑龙江，我说佛教的问题就一点事情都没有，我甚至可以到大街上说，但没什么问题。但如果我在西藏这么说，我觉得我就会被抓起来了。而且我在西藏如果说这个事儿，我被抓起来不一定要怎么样，可能会保护我，不然我可能会被教徒就给撕巴了，也许会这样。我前面看了一条新闻，关于马来西亚歌手黄明志，他发了个脸书，他从22年开始要举一个全球的演唱会，是因为合作的那些商家都是跟中国有关系，15场被取消了，然后他开始在脸书上骂习近平，小熊维尼，然后说习近平看了我之前2首歌怎么了。我看了那个以后，我就想说，习近平可能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没有，他讲了一个故事啦，小熊维尼的朋友说，小熊维尼在农历新年吃完团圆饭后，用 VPN 翻墙，不小心看到了龙的传人 MV， 气了很久，要马上把龙的传人跟玻璃心这2首 MV 永久消失在各大平台，多少费用都会付，我们不拿下就会有生命危险的。首先他讲这故事本来就很瞎哈，习近平的手机是不会被墙给限制的，好不好？就最简单的一个政治逻辑都不知道，这个故事本身就很假。不过我是觉得他的演唱会被取消，意思是说他这些合作厂商又害怕中国等等，这不是你早就知道的事情吗？当你要去挑战中国体制的时候，你就必然要当烈士嘛。但是我必须说，任何歌手如果他是守法的，但不该被打压，但因为你在中国大陆就是没有办法，那就是你要承担。我觉得这是2件事啊，我捍卫你的言论自由，但是你也必须为你的言论付出你应要的成本跟代价。他的龙的传人跟玻璃心为什么流量比其他歌曲都还大？因为你去蹭政治梗。那你既然要蹭政治梗，你就必须为你的政治梗付出代价嘛，这是相应而生的嘛，怎么会又要婊子又要贞洁牌坊？不，这很渣男思考逻辑。我只说我自己个人啊，说实话我是不喜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的那种风格特别喜欢批判别人，你批判是可以，但是你要有理有据，有的时候过于负面。他自己说他是一个 piece of love， 但是我从他的音乐里面我感觉不到，他就是一直在挑衅各种各样的问题。当然我觉得艺术的有些东西的时候，他是需要凸显自己的个性，但是有的时候你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社会的时候，你如果是太过于挑衅的话，会给自己树很多的敌人，就会把你的路越走越窄。